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1月22号星期一，又是新的一周了。今天是我的第4个训练日，咱们回复评论。今天又把 Osmo Pocket 3拿出来了，因为不下雨了，而且今天轻松跑。这个月目前还是在按照将近600公里的节奏训练，到今天为止就到现在为止已经跑了420多公里。不过这月的600公里有点极限，因为这周日就是半马的比赛，这周要调一下训练周期。今天是礼拜一，明天是我的休息日。如果按照以往的训练周期呢，就是周3、周4、周5、周6休息，训练，周日休息。抱歉。现在应该改成就练3天，就是周3、周4、周5训练，周6休息，周日比赛。周日比赛中午12点起跑，也要调整一下。这是第一次中午起跑的比赛，我好在是个半马，我跑到了玉堂金、新斋桥，左手就是各种奢侈品店。一会儿给大家看看天黑的街景，一会儿咱们聊啊。小伙伴们看新斋桥这边新开的酒店，前段时间也可能是新装修的，弄得跟个庙似的。我第一次路过还以为盖了个神社呢，是个酒店。带大家去看一个雕像，特别有意思。我那天无意中发现，还做了一次封面，但是估计都没有注意到。我们一边聊着一边找那个雕像啊。有位小伙伴说，开始坚持跑步，每天反正连跑带走吧10公里。现在开始膝盖疼。这也是今天想跟大家伙主要聊的，就10公里真的不短了。哇，你看这里边这点心，跟真的一样做的。哈哈，还打车的小伙，雕像就在前面，咱们看完雕像再接着聊。就在我的右前方，唐吉诃德门口。看这个。这是个跑步的人，标题是不知道是谁的像。哦，在这儿啊，明治44年。不知道有没有懂这个历史的小伙伴可以发一波弹幕或者评论。回去我也查一查。咱们接着说，对于初跑者来说，10公里真的不短了。我刚开始跑步那几个月，就刚能跑10公里的时候，那跑10公里是个巨大的心理建设。那时候跑完10公里都不会走路了，真的。然后特别饿，觉得就跟现在跑一个马拉松似的。所以初跑者不能强度太大。我认为刚开始跑步的小伙伴们可以把重点放在5公里，就是先努力的把5公里跑快。
就像那天直播的时候跟小伙伴们聊，到底是先堆有氧还是先想办法提速度？我觉得对大部分人来说，先想办法提短距离的速度是最开心和最现实的。开心是因为您一开始就有成就感，比方说您第一次把5公里跑进30分钟，第一次跑进25分钟，感觉都不一样，而且比较现实。再加上呢，损伤和消耗也没有那么大。10公里的消耗比较大的，一开始就想着每一次跑的时候都想着能不能快一点就好了。什么时候能把10公里当成常规训练呢？反正就我来说啊，我当时已经跑步有2年了，我才能基本勉强做到跑这条路好看。至于什么时候能把每天的训练变成10几公里，到这时候你已经不是新手了。所以千万别太冒进，或者别太激进，不要冒进，别太激进，轻微的激进就好了。如果您现在的日常训练是5公里的话，那么时不时的跑一次8公里，长距离呢可以安排14公里。看小猫跑了，找不见了。还有一位小伙伴特别逗，说梦见我了，梦见跑步碰见我，问我为什么每次跑完膝盖后边那个窝就酸疼，结果我给他2张饼。我倒是没有过膝盖后边那个窝疼的经历。一般这种就是跑完以后不是急性损伤的这种疼痛，都是因为您的身体承担不了现在的这个量或者这个强度。这个事儿我怎么看呢？就包括堆跑量这个事儿，或者增加跑量这些我的看法是，我鼓励您坚持住。就比方说您现在您的恢复状态，或者您在现在的训练压力下，您身体的状态是介于行与不行，甚至是偏不行一点都没事儿。您就稳住这1个月，坚持1个月，下个月就会好的。为什么说不能太激进或者冒进呢？就是如果您失败了，比方说您的小伤痛变成了大伤痛，要停跑了，那您这个坚持失败了，下次想再来又是一个周期，它就又是一个难度。所以稳住很重要，我认为。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。这马拉松的训练，无论您是提升了常规每天跑的配速，还是增加了距离，都是找那种在行与不行之间的感觉。包括我总说对普通人提升比较大的阈值跑，其实阈值跑您要说想科学，那就去算配速，但是其实不科学的话，就是您找那种你还能跑得动，但是呢觉得每1公里都不行了的那种配速往前进就成功了。下一位，这个话题就结束了，回头再跟大家聊。
我要绕一个红绿灯了。下一位说下雨建议下雨我穿什么鞋，或者建议穿什么鞋。其实大多数时候我没有下雨打滑的经历，因为绝大多数的鞋，就说下雨稍微滑一点，其实对日常训练来说问题都不大，因为水跟雪或者冰还是不一样的。下雨就别穿太厚的鞋，说白了就是别穿太吸水的鞋，那鞋太吸水，那跑一会儿太难受了。就像去年的东京半马，选择穿 Vaporfly 3，没有穿特步。一方面是因为想稳定一些，另一方面就是那双鞋真的不吸水，特别好。2代的 Vaporfly 就挺吸水的，我波士顿穿的2代的，但是也还好，没有那么严重。千万别穿那种有海绵太多的那种，那就很难受。顺便提到，我看有小伙伴雪天下完雪去训练摔伤了，要停跑，说要停跑1周，问怎么能保持状态。我也有过受伤停跑，最长的一次也是1周，但是那时候有划船机，就是你得想办法做一些用不到伤处的有氧运动。肯定不如跑步强度大，但是维持呗。就算维持不了也没事儿。也有小伙伴问，停跑很长时间或者停跑一段时间怎么开始再跑步？就原来怎么跑步就怎么跑步。很多时候人都是想的太多，你可能一跑，你发现你并没有退步，或者并没有明显退步。因为对于普通人来说，您的那个进步和退步都是以年为单位的。但是退步不是，退步是以月为单位。但是大多数退步都是一开始的不适应。你再恢复跑1周、跑2周，你就觉得跟以前一样，虽然可能不如以前那么强，但是已经没有明显不行的感觉了，没有那么精确，是不是？我现在跑的就是大阪马拉松的路线，全程马拉松。到时候在这儿家属还能拍我，因为在这儿拍完我，他从前面直接过马路，上那个坡那儿等我，我还要右转折返将近3公里，应该是来得及的。就整个我左手这一条路，他应该都可以，就像现在我这样拿着相机跟着我跑，看能跑多远是多远。下一位啊，天冷跑步呼吸，跑完以后特别难受，觉得冷空气刺激了。这很早之前我分享过一个我的小经验，我们特小上中学的时候老师教的，就是你拿舌头轻轻抵住上膛，主要用嘴呼吸，让空气从舌头两边过去。就是冬天刺激一般对鼻腔的刺激更大，口腔反而好一些。虽然鼻腔通道长，它能更让这空气变暖，但我个人的感觉是用嘴呼吸会更舒服一点。您试试我的办法，也别太刻意，太刻意那舌头累，是不是？你就到这儿，这儿就是那个大坡，然后呢，比赛的人呢要到前面跑到天王寺动物园那儿，再掉头回来。观赛的就可以从那儿直接过去，从天桥直接过去，在前面等我。所以大阪马拉松的后边的路线是很适合家里人拍摄的，或者跟着一起的朋友加油啊、拍摄呀。因为到这儿可能是将近30公里，然后到那坡那儿是32公里，这块儿都是折返。
之前难波那儿有一个折返，是半马的时候开始折返，然后回来大概是27公里。这条路如果有亲朋好友想见您的话，如果赶一点可以见到4次甚至5次。下一位啊，菲比特的手套是可以露手指头尖的，方便操作设备。我知道的，那我之前说过，那个设计我觉得仅仅是个设计，它真实的在冷天的环境下用就知道了，那个不实用的，因为那种指套套不住它老开，尤其是想把手套戴紧的时候，它就会顶开。那手指头是越靠手指头尖越怕冷，对不对？那个我觉得那个手套，我个人认为有待商榷吧。这条路特别的有意思，特别的有那种感觉，因为我左手那边那一片都是寺院和差不多相似的这个机构。我们正前方如果一直跑，是一个大的寺庙，然后就是天王寺的那动物园。其实大阪挺小的，但从这儿到通天阁也不过就不到2公里了。好多地儿您要是想走着都能到。从新斋桥到梅田好像也不过就3-4公里，4公里的样子吧。可能反正地铁一瞬间就到了。早起想早起怎么办？是每天早起一点吗？我的建议还是就像刚才说跑量这事儿是，就是它是上台阶的，您上一台阶坚持住。您肯定没有早起习惯的话，也没有早睡习惯，晚上睡不着，对吧？没关系，该什么睡什么睡，上闹钟把自己弄起来。比方说您就弄到6点就起，肯定特难受，对吧？您第2天晚上可能还是睡不着，因为有生物钟在。第3天接着早起，连着2天睡眠少点没事的。就是您现在比方说是9点起，您不能像您说的似的每天提早1分钟，那用处不太大。您就定到您的目标起床时间就行了。你坚持1周就能早起了。我们提前折返了。大阪这边好多路都是单行线，那这条路就是你看这么宽，但是只有一个方向。下一个，跑间歇之前要热身多久？总跑不开怎么办？有很多小伙伴对热身的概念其实还停留在是为了减少受伤这种，我也是这样的。以前从前年的冬天我开始转变看法，因为你对训练的质量要求或者训练水平的要求提升了，你发现如果没有充足热身，你的强度拉不上去，你就感觉还是使了那么大劲儿，当然就是跑不快了。但而且呢，也没有跑得快的时候使那么大劲儿觉得累，这就是当时的感觉。如果你有这感觉，就说明也许是热身没做充分。这就像我说为什么年纪大了要练速度，就是这样。现在我就有这个问题，就像面对周末的半马，我就在想能不能冲起来，因为有的时候不是你没劲儿的冲不起来，而是说你觉得还有劲儿，但是使不上了，就最快就那么快了。我现在就有这个问题。像冬天我们跑那种长间歇，
1公里，或者是321这种。我都是至少是6公里热身，最好是7公里，就慢跑就行了。然后在热身结束之前的那几百米，冲到你要间歇的目标配速，冲2组100米，然后就可以休息，然后再做做，这个时候可以做静态拉伸了，做做静态的热身活动，让你的稍微缓一缓。你要是对训练课的要求特别高，并且你的训练课特大，因为我们周3那个课对我来说不大。比方说我们是5个1公里的时候，如果变成9个，对我来说就算是大课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在热身完到跑之前可以吃个胶，别吃固体食物就可以了。如果是比赛的话，半马比赛的热身建议就是冲几组，先是缓慢的把身体热开，比方说慢跑几百米，因为一般你等候区的条件有限嘛。如果您住的离起点近，可以慢跑到起点，1公里2公里都没事儿，做做高抬腿。要拐弯上坡了，对吧？就这个路口，你的亲朋好友可以见你2次。上坡了啊！如果是全马呢，存完包以后再热身，因为一般全马等候区人也比较的有条件，像北京的话很有条件，就先别着急进到最后的起跑区。全马我的建议是慢跑2公里，然后做做原地的高抬腿就行了，冲不冲刺对普通人没那么重要。全程马拉松，普通人想冲成绩，你也有将近1公里的时间，允许您比您的目标配速慢20秒。因为您要冲的那个成绩其实也是这么跑出来的，并不是一上来就能达到目标配速的，很少有人一上来就能达到目标配速。啊，对，昨天下大雨，老哥去参加了一场全马，3小时02，可以哈。那前天Park Run5公里18分35，昨天好多小伙伴去比赛了。昨天田中先生默默的发了张图，自己跑了个30公里，3分52平均配速。这坡越上越熟悉了哈。这前面这个路也是，一路跑到前面的上本町，还会右转去兜一个折返，虽然不是180度的，但是如果您的亲朋好友陪您到了这儿，在这坡上给您加完油，可以一直往前走。如果坐地铁坐2站，下车还能再看见您一次，再之后就看不见您了，因为都是直线去大阪城了。就这个地儿比赛时候还要往前，我们往这边了。给你看看这个坡，等我过来。看，从那边跑过来的，哇，特别刺激。我准备的评论都回复了，还有一些我文字回复了你，还有昨天各位的弹幕评论我都看到了，感谢各位，感谢各位。这儿能看清楚人家，这也是顺着这个地势，这个坡看，特别带劲这个坡。行，那咱们差不多训练之后再见了，也带大家看了一圈新斋桥这个地区，还有大阪马拉松的一段路线。今天的相机拍的应该也是很清楚的。
加油干，加油干！哎，1月22号星期一清晨7点，训练结束。今天第4个训练日，我们依照惯例回复各位的评论。因为现在周末有一个直播，所以回的就没有以前多了。今天跑了17公里多，前7公里比较慢，就给大家拍街景。然后之后呢，开始缓缓加速，到大阪城之后，大概快跑了一个6公里，渐加速，从4分15的平均配速一直加到3分45，结束。从大阪城出来正好这个是6公里，在大阪城里跑了一个折返，然后再慢跑回家，一共17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今天一个渐加速，为什么要跑这个呢？就像我前2天说的，这周日是半马的比赛，所以得把速度感找一找。然后明天我的休息日轻松跑，后天周3是合练的日子，我看课表来决定跟着练多少。周3是最后一次正常的冲速度的课，然后之后呢，周4、周52天是训练日，周4轻松跑，周5也是轻松跑。周5的轻松跑过程中会冲几组100-200米，就很短的那种。然后周6彻底休息，周日比赛。周日的比赛是中午12点，估计跑完要下午1点多。之后我们下午4点跑团有个聚会，一直聚会到晚上，去天王寺那边有一个4000日元一位的吃喝自助，就吃喝都是放题，跟他们一起去玩一玩。虽然听不懂，就能勉强能听懂一些，但是完全不能说，还是挺有意思的。行吧，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城市一天亮，我觉得就今天拍到那些街道，其实经过了一夜之后不是很干净，白天的时候很喧闹，然后人很多。我觉得城市虽然我不过夜生活，但是我过那种天没亮的晨生活。我觉得天黑的街道跟天亮的街道不一样，街道一亮就显得苍老。我也不知道这个，我说在哪儿听到人们这么描述，我觉得特别的对，就不一样了，不一样。好吧，那就这么着，咱们下回再见，大家加油干，注意身体，一切平安。